大嫂，当初你们盖这房子，我拿了15万，现在我落难了，回来借住几天都不行。那是你的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就是带孩子睡外面，也不能住我家。爸爸，3个月前我破产了，所有的财产都被我老婆卷走跑路了，我只能带着2个孩子回老家投奔大哥。要不先住2天，2个孩子总不能睡外面。你敢让他们住，我就走，咱俩就离婚。有钱时是亲人，没钱时连落脚都难。那我只住2天，去村委旁边我家老宅收拾好就搬。1天都不行，要滚赶紧滚。那就把当初我给你们建房的15万还回来。哼，那是你自己愿意给的，除了你大哥，谁能证明？好，我们走。对了，还有个事儿，老宅没了。前2年置换耕地，我把老宅推平了，种了点玉米，赔了点钱，不多，也就够买点化肥。15万建房款，3万补偿款，1分没留，还连个避风的地方都不给我留。爸爸，我们住哪儿？去老宅，爸爸给你们搭个木棚，搭好就住，绝不赖着别人。闺女，儿子，去屋里坐着，爸爸给你们烧饭。爸爸，我想吃肉。现在没有肉，过2天再说。我就想吃一点点。都说了没有，你吃就吃，不吃拉倒。爸爸，你不要这么大声，吓到我了。对不起，是爸爸错了。爸爸是好爸爸，相信爸爸，爸爸一定让你们吃上肉。不好！哎呀，我的房子！哎呀，我的房子啊！刘二柱说：“对不起，我给孩子生火取暖，火苗窜过去了。”是你烧的，是我的错，我认。咱们谈赔偿。你这穷光蛋赔得起吗？我家祖宅没了，你说怎么办？婶子，是我不小心，我赔。他赔不起，就让他哥赔。再不行，把你家车留下。凭什么？房子又不是我们烧的。对，我们不可能替他平这个账。够了，一人做事一人担，不牵连别人。二柱说：“你们说个实价。”10万。婶子，这宅子早就不能住了，10万不现实。这是祖宅，是念想。我也有老宅，念想归念想，赔偿得讲理。哼，那你说多少？5万，3个月内还清。你拿什么还？我说到做到。行，3个月5万，村里人都听见了，立字据。爸爸，我饿了。丫丫不哭，哥哥把土豆给你吃。你在家看着妹妹，爸爸出去一趟。不要，我怕黑。怕什么怕？爸爸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什么事都会做了。爸爸去山里找吃的，很快回来。那爸爸快点回来。好，不能心软，没有钱，只能带着孩子挨饿受冻。为了孩子，今晚必须进山搞钱。野生老葛根、土茯苓，只要能卖钱就行。真倒霉！这是怎么回事？地下有东西，野生老根，这么大，给我起！我今天力气怎么这么大？那道金光改变了我的身体，有救了！晨晨和丫丫有钱买肉吃了。这里有一根，石头底下还有一根大的。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就抓了100斤嘎根。明天去镇上还钱，给丫丫、晨晨买肉吃。该回去了，不能让孩子醒了见不到人。爸爸，丫丫不怕，爸爸回来了。镇上收购山货的就属马老三势力最大，给的价格也算公道。明天一早，爸爸就带这些葛根去镇上找马老三，只要卖了钱，就去给你们买奶粉、买大鸡腿，
谁也不能再欺负咱们。小陈，爸爸现在要把这些葛根拿去镇上换钱，路太远，你留在家里照顾妹妹好不好？爸爸，你去吧，我是男子汉，我会保护好妹妹的。你早点回来，妹妹饿。好，爸爸发誓，很快就带肉包子回来。你又来干什么？你烧人家老宅那5万块，别指望我们替你还。我不借钱，我要去镇上卖点山货，把面包车借我用2个小时就还你。借车？这车可是我家买来拉客的，不借，赶紧走。这车当初是我拿钱。你拿钱？你拿什么钱了？证据呢？那什么，春燕儿，你少说2句。面包车昨晚胎扎了，开不了。这摩托车你拿去，油不多了，你自己省着点骑。谢谢大哥。马老板，收葛根吗？收。你有多少？这是深山里的野生极品老葛根，品色勉强过得去。念在咱们以前认识的份上，按正常极品市场价15块1斤，我全给你收了。行，过秤。林爷，以后再有这种货，只管往我这儿送，保证不亏待你。好，这是我靠自己本事挣的第一笔钱，孩子们有着落了。一晚上赚1800，老子1个月都赚不到这么多。不行，这发财的机会凭什么让他林野一个人占了？今晚老子就蹲在他家破窝破外面，他去哪儿我跟去哪儿，非得把那个葛根窝抢过来不可。老板，来10个大肉包子，要刚出笼的，拿油纸包好保温。好嘞，热热乎乎的大包子拿好了。你好，要奶粉还是尿不湿那个2袋多少钱？320，你要的话300。拿3桶，最贵的。好，再帮我搁5斤五花肉。丫丫、晨晨，爸爸回去给你们做好吃的。大哥大嫂，我回来了，车停好了，也加了1箱油。这么快，卖了多少钱？刚刚1000块。哎，大哥，我先回去了。看什么看？他赚了钱，连2斤水果都舍不得给咱们买。他当初给了咱15万盖房子了。15万很多吗？你要心疼他，就跟他去老宅过。媳妇儿别生气，我不是这个意思。晨晨、丫丫，爸爸带着肉包子回来了。爸爸，丫丫饿。爸爸买了肉包子，还热乎着呢。好吃，爸爸肉肉好吃。慢点吃，别急，这里还有好多。只要马老三那边能一直正常收货，1个月内那5万块钱的债就能还清。好香啊！妹妹小心烫，等爸爸盛出来。马上就好，今天让你们吃个够。哟，炖着红烧肉呢，日子过得挺滋润啊。刘二柱，你来干什么？干什么？我来收债啊！哼，王狗子都在村里传开了，说你今天早上在镇上卖葛根，一把赚了1800。好你个李野，有钱买五花肉，有钱买进口奶粉，没钱还老子5万块钱是不是？这穷鬼欠钱不还，给我办，全当今天的利息了。放下！放下！怎么着？你还想打人？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白纸黑字的欠条还在我手里，你今天敢动我一下，我就让你进去蹲局子。你这2个小崽子，我看谁管？我爸。哼，这点东西就当利息，还有4万多，你抓紧还。爸爸，晨晨不吃肉了，晨晨长大了能吃苦。别怕，有爸爸在。归零又怎样？我有一双透视眼，有一身怪力，这整座大山都是我的金库。今晚我就把这大山翻个底朝天。爸爸去给你们把失去的10倍100倍的赚回来。嘿嘿，林野啊林野，你以为你半夜进山就没人知道？今天老子就跟着你，你挖什么老子拿什么，看你拿我怎么样。去！王狗子，你干什么？干什么？捡山货啊！林野，这10万大山又不是你家的，山里的规矩，谁先装进筐里，东西就是谁的。刚才明明是我先装进去的，怎么？你想不讲理？哼，
算你识相。哎呀，这根也不错，林野，你这找东西的眼光真绝了！继续继续，今晚我这袋子就靠你了。拿来吧你，大山的东西见者有份。真当我林野是没脾气的软柿子？喜欢抢是吧？今晚让你抢个够！这么大的葛根窝，我的，那是我的！大山的东西谁先拿到就是谁的，滚开！啊！蛇，毒蛇！林野，救命啊！快救我！恶人自有天收，终于解决了这块狗皮皂子。有了这300多斤极品，今天一定能把那5万块钱的债还清大半。你又来干什么？借摩托车去镇上卖点山货，中午前就还你。借车？我呸！黄狗子昨天可都在村里传开了，说你一早上赚了1800，你赚了那么多钱，连根肉丝都没给我们家送，现在还有脸来借车？赚了钱自己偷偷捂着，用着我们家的时候倒是不客气。我告诉你林野，摩托车坏了死活不借，你就是走断腿也自己扛去镇上。老二啊，不是当哥的说你，你赚了钱是该给家里买点东西孝敬。那摩托车今天我还要骑着下地呢，要不你自己想办法吧。不借是吧？行，既然亲兄弟明算账，那咱们今天就把账算清楚。林强，当初你盖这栋洋楼，我拿了15万，还有老翟的3万补偿款。不借车可以，现在把那18万给我吐出来，少1分，我今天就把你花我钱盖的房子给砸了。你敢？你试试我敢不敢？老二，你别冲动，我跟你开玩笑呢。你嫂子就是刀子嘴，你赶紧拿去骑，油我都给你加满了。250斤，林野啊，你这运气真是绝了。行，我还按昨天说好的价格，15块1斤，250斤，一共3750块。林兄弟，以后有多少我要多少。谢了。一晚上弄出250斤极品，这小子绝对找到了一个100年难遇的葛根宝库。他现在欠着刘二柱5万块钱的饥荒，急需现钱还债。除了我，镇上没人能吃下这么多货。这肥羊的命脉可是捏在老子手里呢。哼，明天只要他再敢拿货来，老子直接把价格压到3块钱1斤，不卖，老子让他1分钱都拿不到。哟，穷鬼上门了，赶紧走吧，求情是没用的。这是3000块，给我写个收条，从本金里扣。你真赚到钱了？林兄弟，你看你搞得这么严肃干什么？我就知道林兄弟是有本事的人。这钱我收了，收据马上给你写，只要你按时还钱，以后在这村里谁敢找你麻烦，我刘二柱第一个不答应。记住你的话，别再去我那里找茬。这小子还真让他翻身了，看来以后不能逼得太紧，得慢慢薅他的羊毛。再过1年，我也要跟林大哥一样，闯出一片天地。看什么呢？赶紧洗，洗完就把饭做了。林野，给我滚出来！给我滚出来！你发什么疯？我发疯！你把我男人害得躺在县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你还敢问我发什么疯？村长啊，你可得给我做主啊！林野这个毒心肠的，故意把我男人引到毒蛇窝里，他必须赔我们5万块钱！林野，狗子昨晚半夜被送到医院，据他说，是你为了独吞山货，故意把他带进蛇窝的。村长，您是村里最讲公道的人，我进山找吃的，他王狗子不在家睡觉，偷偷摸摸跟着我进深山干什么？他腰里别着镰刀，3番5次上来抢我刚挖出来的葛根，他自己贪心不足，为了抢东西自己一脚踩进蛇窝里，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的天，狗子大半夜去抢劫，原来是眼红人家林野赚钱，想去抢山货啊！翠花，你男人到底是去采药还是去抢劫的？你要是再在这儿胡闹，我让警察来查个清楚。村长，就算狗子不对，但他也是因为林野才被咬的呀。而且林野见死不救，家里连买消炎药的钱都没了，难道他就眼睁睁看着我们孤儿寡母饿死吗？林野啊，人现在毕竟伤了，你看在我的面子上，免得这婆娘天天来闹，吓着孩子，多少出点血，把这事平了吧。
行，这是500块钱，还有这些营养品，加起来差不多1000多块。算你识相。林爷，委屈你了，你放心，以后他要是再敢来闹，我绝不答应。好。爸爸，丫丫饿。爸爸，我也饿了。对不起，是爸爸没用。哭什么哭？哭能填饱肚子？你看看你现在的窝囊样，被人骑在头上拉屎，连个孩子都护不住。四叔，别叫我四叔，我没你这么窝囊的侄子。晨晨、丫丫，快过来，四爷爷给你们做了好吃的。四爷爷，我这饭是给孩子吃的，没你的份儿，你自己饿着，好好反省反省。谢谢四叔。行了，别杵在那儿装可怜。这是我卖破烂攒的，你先拿去给孩子买点吃的，对付2天。男子汉大丈夫，跌倒了就想办法爬起来，别让孩子跟着你受罪。晨晨、丫丫，四爷爷的恩情咱们记下了，爸爸保证，这是咱们家最后一次挨饿。晨晨、丫丫，走，爸爸带你们去镇上换钱买肉。老二啊，这么早，你来干啥？借车，我要去镇上卖点葛根，中午前就还你们。哎呦，老二啊，真是不巧，家里这面包车油箱彻底见底了，村里又没加油站，实在开不了啊。是啊，老二，那摩托车我等会儿得骑着去地里拉化肥。我们真不是不想借给你，你看你带着2个孩子也怪可怜的，但这车今天是真借不了啊。行，真借不了，我不强求。呸！借车门都没有，让他自己背着200斤破擦根走去镇上吧，累不死他。晨晨，累不累？要是走不动了，爸爸抱着你走。爸爸不累，晨晨自己能走。林野哥，这真的是你啊！唐兴，林野哥，你怎么走着去镇上啊？这大热天的，晨晨和丫丫怎么受得了？挖了点山货，准备去镇上换点饭钱。快，哥，上车，我带你们去镇上。不麻烦你了，你回来肯定有事儿。哥，你跟我说这种外道话，就是拿刀子扎我的心。当年要不是你那1万块钱，我唐兴现在还在工地上搬砖呢。别说送你去镇上，就是送你去省城，我也心甘情愿。好，那就麻烦你了。爸爸，唐叔叔的车好凉快啊！哥，你去镇上哪家收购站？我直接送你过去。去马老三那里。哥，镇上领导交代了我个文件要送去镇政府，我得赶紧跑一趟。你先在这儿卖货，千万别走啊！等我办完事儿回来接你们爷仨回村。不用管我们，你快去忙正事。说定了啊，等我回来。马老板，哟，林兄弟，这么快就运来送货了？200多斤，这小子果然找到了宝库。林兄弟啊，这货有点难办啊，品相不好。品相没问题。不过嘛，昨晚县城那边下了通知，这葛根的行情大跌，现在没人收了，这东西马上就要烂大街喽。你出什么价？看在咱们认识的份上，我顶多能给你这个数，3块钱1斤。什么？林兄弟，我知道你欠着刘二柱5万块钱的巨债，等着米下锅。这镇上除了我，没人能吃下这么多货。3块钱1斤，200斤也就是600块。你要是愿意，现在就拿钱走人；你要是不愿意，你大可以扛着这堆烂草根回家当柴火烧。马老三，你心太黑了吧？嘿，林兄弟，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我这是按市场行情办事，你要是嫌便宜，大可以背着去别家问问。不过我得提醒你一句，在这镇上，只要我马老三发了话，我倒要看看哪家店敢收你的货。好，很好。你的力气，这年马老板吃不下，那就不劳你费心了。哎，你装什么硬汉？你去县城，你连个车都没有，扛着200多斤走去县城？老子告诉你，林爷，等你饿得走投无路的时候，老子1块钱1斤都不会收你的。赵经理，这大山镇到底还有没有像样的野生药材？刚才那些收购站里的货全是断根破皮次品。苏总，这野生极品本来就可遇不可求啊！算了，上车，去下一个镇子看看。等等，
苏总，您先别上车。这皮色这粗细，连一丝磕碰破损都没有。赵经理，这货……苏总，极品，绝对的野生极品啊！市场上这么完美的纯野生老哥少见啊！师傅，这货是您自己挖的？对，我全要了，100块钱1斤，我全包了。100块钱1斤？哎呦，苏总，您误会了，这批货是我的，这小子是我手底下的挖药工，这货您得跟我谈。林野，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把货提进店里。你的货？马老三，刚才在店里是谁说这货是烂草根，只值3块钱1斤的？现在看有人出高价，跑出来认货了。林野，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这葛根还是按照之前的价格给你，县城那边你玩不转，把货给我，我帮你处理。这就不用您操心了，苏总称重吧。苏总，一共220斤，按100块1斤，22000块。师傅，您点点，这是我的名片，以后只要您还有这种品质的药材，您联系我，保证价格公道。一言为定。这汉子看着糙，但让人有种莫名的安心感。走，爸爸带你们去下馆子吃大餐。吃吧，今天敞开了吃，管够。爸爸，你吃肉，你每天背那么多东西，最辛苦了。你吃吧，爸爸不爱吃肉。爸爸就爱吃这米饭拌汤，你们俩在长身体，多吃肉。唐兴，今天多亏了你，这点东西你拿着，算是哥的一点心意。哥，这太贵重了，这我哪能要啊？拿着，你要是不拿，以后哥有事可就不敢找你了。那就谢谢了，林野哥，快上车，天不早了。洗快点儿，吃家里的，喝家里的，手脚怎么这么慢？这几件衣服你要洗到半夜吗？等你过了20岁生日，赶紧嫁出去，别在家浪费粮食，还等着用你的彩礼呢。哟，林野，送钱来了啊！这是1万，加上昨天的3000，还剩3.7万，去写收状。哎呦，林兄弟真是好本事！行，你等着，我进屋去给你拿纸笔写收条。这太贵重了，我不能要。女孩子的手别早早的毁在了冷水里，涂点这个能防裂。生活是你自己的，现在受的委屈都是暂时的，好好熬过去。等你翅膀硬了，离开这吃人的地方，谁也管不了你。小月姑姑，吃糖就不觉得苦了。小月姑姑香香丫丫喜欢姑姑。给林兄弟，林兄弟真是大本事啊，2、3天就挣了。年轻人就是有个性。虽然兜里有了几千块钱的余粮，孩子也不用挨饿了，但这个破窝棚确实有点简陋了，连个最起码的茅房都没有。爸爸，丫丫憋不住了，得赶紧把这窝窝改一改，至少得有个挡风的硬墙，还得有个干净的茅房。晨晨，你看好妹妹，爸爸今天给你们建个新家。大功告成！哇，屋里一点都不乱了，好大呀！爸爸，这是什么？这是咱们的新茅房，以后半夜上厕所再也不用去外面的草丛挨冻了。你进去试试，怎么样？合适吗？嗯。记得拔那个木塞冲水。爸爸，太好玩了，水一下就把臭臭冲走了。凭什么？他一个破产的倒霉鬼，凭什么能把日子过起来？那块宅基地可是爹妈留下的，这房子建在老宅的地上，那就有我们家的一半。等着吧，林爷，使劲赚，到最后都得分我一半。咱去找四爷爷玩会儿。四爷爷，四爷爷在睡觉，咱们别吵醒他。我这梦游了。四叔，您醒了。林野，你小子啥时候来的？这都是你干的？四爷爷！哎呦，我的小祖宗哎！你小子来就来，瞎忙活啥？我这乱是乱了点，但找东西方便。四叔，前天的事儿，谢谢您，这是我孝敬您的。你小子是不是有钱烧的？
刚赚了几个钱就大手大脚，那5万块钱还清了吗？把这些退了去，钱留着给孩子买肉吃。四叔，钱我还了1.3万了，剩下的不急。行，今天中午谁也别走，就在这儿吃。四叔给你们做红烧肉。吃啊，林野，你发什么愣？赶紧吃肉。爸爸不爱吃肥的，你们吃。爸，你吃，你每天晚上都要进山，那么辛苦，不吃肉怎么有力气？林野，你个大老爷们儿，连口肉都不敢吃，算什么汉子？孩子让你吃你就吃，吃饱了才有力气撑起这个家。四叔，谢谢。四叔，我今天来其实还有件事想求您。我在县城找了个稳定的药材收购商，他们给的价格高，要的货也多。今晚我打算进深山，明天一早直接把货运去卖。山里夜路重，不安全。我想把晨晨和丫丫托付在您这里住1晚。您放心，明天我卖完货，一定早早回来接他们。这叫什么求？这俩孩子在我这儿比在你那破屋里强多了。你安心去进山。谢谢四叔。晨晨、丫丫，今晚听四爷爷的话，乖乖睡觉。明天爸爸回来给你们带大玩具。爸爸一定要注意安全。今天晚上必须搞点真正的大货。葛根虽然好卖，但毕竟是论斤称的。苏婉清既然需要顶级药材，我就得给他弄点真正罕见的硬通货。野山参，上了年份的老参，好东西。林野哥，我正好回县城上班，快上车。唐兴，麻烦你了。哥，你这力气也太吓人了。哥，你先去办事，我把车停在这儿等你。好。喂，干什么呢？收破烂去前门垃圾桶，这里是高档酒楼的后厨重地，赶紧滚蛋！我找你们苏总，昨天约好来送药材的。找我们苏总送药材？你个乡巴佬想钱想疯了吧？你这破麻袋里装的是什么猪食？也敢往这里送？保安，把他给我轰出去！苏总，您怎么亲自下来了？苏总您放心，这不知道哪来的乡巴佬提着2袋破草根想来咱们后厨骗钱，我已经让保安赶他走了，绝对不会影响咱们后厨的卫生。住口！林先生，对不起，是我手下的人不懂规矩，让您受委屈了。苏总，他是您的客人。王经理，这就是你作为大堂经理的待客之道吗？去财务部把这个月的工资结了，你明天不用来上班了。还有你们几个保安，这个月奖金全扣，退下。林先生，昨天那批极品葛根真不错，今天您又带了多少货？苏总，全都是20年以上的极品，足足有260斤。好，按昨天说好的100块1斤，这里是26000块。苏总，葛根只是开胃菜，我今天来主要是想让你看看这个。这是纯正的野生老山参啊！野山参长在深山石缝里，最细的参须比头发丝还细，竟然连最末端的毛须都完好无损，这简直是神迹啊！苏总，开个价吧。林野，这株野山参我出价3万块，加上葛根一共56000块，成交。林野，以后您有任何顶级山货，请务必第一时间联系我，只要是您的货，我永远开绿灯。好的，苏总，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对了，林野，以后别叫我苏总了，显得生分，以后叫我婉清就行。好，我明天同一时间还来。好久没遇到这么踏实的人。唐兴，哥，你可算出来了，他们没为难你吧？货卖出去了吗？全卖出去了。这1000块钱你拿着，这些天辛苦你了。哥，你把我当啥人了？这钱我不能要。拿着吧，以后少不了要麻烦你。哥，你以后是不是每天都要往县城送货？大山里的宝贝多的是，以后送的货只会多不会少。哥，你看我行吗？我在单位拿那2000块的死工资，天天看领导脸色，早就受够了。你这山货生意要做大，肯定缺个靠谱的自己人跑运输。我毛肥自荐，以后你的货我每天开皮卡，包接包送。你那铁饭碗不要了，我看跟着林野哥混，那才叫真金白银。好，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专职物流，绝不让你比在单位赚的少。哥，你放心，以后就算天上下刀子，你的货我也准时送到。行了，自家兄弟不说两家话，开车回村。以后送货路上一定要稳，绝不能把山参的根须颠断了。也不能把葛根磕碰坏了，这每一件货都关乎咱们的信誉。做山货生意，尤其是药材，讲究的就是一个鲜字和全字，明白吗？哥，你放100个心，以后这车上的货就是我唐兴的命。好，回去路上慢点。
没吃饭啊？砍个柴软绵绵的，赶紧把那堆木头劈完，下午还要去地里背红薯。刘二珠，加上之前还你的13000，这里是47000块，点清楚，把欠条给我拿出来。37000，你哪来这么多钱？怎么赚的不用你管，钱够不够？够了，林兄弟真是干大事的人，短短几天就把钱还清了。以后在这大山村，谁敢不服你？林大哥，刚才在镇上顺手买的，盒子里是些桂花糕，甜的，饿了垫垫肚子。这太贵重了，我不能要。林大哥，你已经帮我很多了，拿着。林大哥，你真厉害，从破产背债到现在这么快就还清了钱，你敢拼敢干，从来不向命低头。如果我也能像你一样勇敢就好了。你可以的，记住，命是自己挣出来的。只要你有一技之长，早晚能走出这片大山。有什么困难，随时来找我。我一定要像林哥一样走出这个大山。死丫头，手里拿个什么东西？妈，那是林大哥给我的。给你个屁！你弟弟马上就要去城里上补习班了，处处都要用钱。你这个当姐姐的不知道补贴家里，还想吃点心？做梦去吧！赶紧干活。在这个封闭落后的大山里，想要真正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只有拥有绝对的财富、绝对的地位，才能打破这些腐朽的规矩。快了。爸回来啦！爸爸答应你们的玩具可没食言。哇，是小汽车，娃娃漂亮，丫丫喜欢。晨晨，带妹妹玩一会儿，爸爸去给你们做好吃的。这些日子苦了孩子了，用这根野山给他俩补补。好香啊，爸爸，丫丫嘟嘟叫了。去洗手，马上就能吃了。慢点喝，热烫。爸爸，这汤比红烧肉还好吃，喝下去肚子里热乎乎的。村长，出什么事了？林野啊，快去看看你四叔，他被王狗子家的人气得晕死过去了。什么？到底怎么回事？王狗子一直在村里说你坏话，你四叔听见后跟他吵起来，后来动了手。我四叔被打了？不是，是你四叔把王狗子牙打掉了。他2个女儿带人砸了你四叔家，你四叔气急晕过去了。人现在在哪儿？还在家，得赶紧送医院。我去找车。村长，晨晨和丫丫就先拜托您照看一下，千万别让他们乱跑。你放心去，孩子交给我。你干什么？你吃错药了啊！把面包车钥匙给我，四叔晕倒了，我要送他去县医院抢救。真不巧，车子没油了。大哥，老二啊，车好像是没油了。什么好像？就是没油了。是，真的没油了。你另外想办法吧，不然看看四叔晚一点会不会醒。要是醒了，也没必要送去医院，你说是不是？你说的这是人话吗？数到3，不交钥匙，我就让这辆车变成一堆废铁。1，给你！王狗子，这笔账等我救回四叔，我会连本带利跟你们王家算得清清楚楚。丫丫乖，不哭了不哭了，村长爷爷给你拿糖吃。爸爸去哪了？丫丫哎呦，林野啊，你可算回来了！你家这2个娃娃也太难哄了。刚才你一走，丫丫就哭，我怎么哄都没用。丫丫不哭，爸爸就在这儿。村长，给您添麻烦了。这2个孩子胆子小，除了我，他们谁也不认。这俩孩子也是可怜。行了，既然车借来了，咱们赶紧去你四叔家，救人要紧。林野，哎，我跟你一起去。王狗子一家现在也在镇医院呢，正好一起调解，绝对不能让他们家继续这么胡作非为。爷爷，你先看着你四叔，一步也别离开。我去王狗子那边看看。林野，你吃过午饭没有？四叔，你醒了，感觉怎么样？头还晕不晕？嘘，小声点儿。四叔，您这是？老头子我没真晕，装的。
四叔，您这是？老头子，我没真晕，装的。王狗子那2个女儿带人来砸家，我不装晕肯定吃亏。再说是我先动手打王狗子，不装一下他能闹翻天。四叔，您这苦肉计可把我吓死了。四爷爷羞羞骗人。丫丫乖，四爷爷这是在跟坏人打仗呢。四叔，那你先别醒，再晕一会儿。你晕得越久，村长越好调解。对，我继续晕，我晕了，别打扰我。林爷，你四叔还没醒？还没醒。王狗子那边还想要1万赔偿呢，我看你四叔这样，估计有点麻烦。我四叔要是真有事儿，我绝对不会放过他们。我看你那1万别要了。凭什么不要？他打了我男人！你老婆先在村里说人家坏话，你2个女儿又带人砸了林富贵的家。事情到这一步，我是看你们2口子都躺医院才来调解。你们要是不想调解，那就自己去找林富贵，人就在隔壁躺着，还没醒。你们要是真硬吃，也别要赔偿了，直接过去找他算账，顺便去跟林爷说说，你们到底谁打谁。那这事儿1万确实多，那就5000，少一半总行吧？5000，我去问问人家愿不愿意，我不保证。林爷，王家让步了，他们说5000块钱要求私了。5000？他做梦！我四叔1分钱不会给他。真要有个万一，他跟他2个女儿，一个都别想轻松过去。行，我原话带过去。林爷说了，林富贵醒不醒看天意，他们家1分钱不会赔，还说你们家母女俩都别想轻松过去。他敢这么说，欺负我没儿子是不是？我劝你们一句，这事到这儿就差不多了，继续闹，谁吃亏还不一定。等我腿好了，我一定找他算账。林也不好招惹，他现在一无所有，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你们家算有房有女儿，真没必要跟他硬碰硬。那1分钱不赔说不过去吧？住院镶牙的钱总得掏，1000医药费行不？我伤成这样，最少2000。行，2000，我去争取。行了，林富贵，别装了，睁眼说句话。真不愧是村长，这都能看出来。翠花要2000块钱医药费，这事儿你们看怎么弄？2000，他镶金牙啊！四叔，村长您夹在中间来回跑也不容易，这2000块钱我出。但这事儿到此为止，如果他们以后再敢来找我四叔的麻烦，就不是钱能解决的事儿了。行，我去说，把钱给他们，这事就算结了。四叔，既然您没事儿，那咱们就回去吧，躺这儿都是钱。走，有这床位费，还不如去买肉吃。爸爸，晚上吃什么呀？回家做红烧肉，给四爷爷补补。四叔，今晚回去多煮点米饭，咱们吃顿好的。四叔，怎么样？没事了吧？没事了。今天出门急没带钱，下次帮你加油。嗨，2兄弟说这个干什么？只要他没做太过分，我愿意装傻一次。毕竟是亲大哥，亲情总得维持住。你小子不挖药材，去镇上当厨师也能挣不少钱。四叔，那我就进山了。去吧，注意安全，孩子有我看着，放心。好东西，全是拔萝卜一样，连着湿润的，一根根金黄饱满黄泥哄。哥，你这大半夜的又搞到好东西了。今天货杂、搭把手全部搬上车，咱们去镇上。林野，货带来了吗？老规矩，先验货。苏总，极品，又是全须全尾的极品30年老山参。林野，您真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100斤葛根1万块，这株30年野山参按昨天的价5万，一共6万块，我全要了。谢谢苏总。叫晚清。谢谢晚清。林野，下次来送货，你可以把葛根原料浅加工一下，这样卖出的价格更高。什么意思？这种葛根拔出来直接卖，1斤最多卖100块，但经过清洗、切片、晒干后，价值能成倍涨。这样不仅能赚更多的钱，也能带动你们当地的就业。谢谢你，我这次回去就这么干。你不用谢我，难得遇见这么踏实做生意的人，我自然想帮一把。我希望你好。我还有些事儿，先走了。唐兴，把后车斗的杆板放下来，咱们今天就在这镇子的十字路口摆个摊儿，卖冬笋喽！深山极品黄泥拱，刚出土的野生大石瓜，个大肉肥。
小伙子，这冬笋怎么卖？看样子挺新鲜啊。大妈，您识货，这是深山里最顶级的黄泥拱，在县城超市得卖15块一斤，我这刚挖的，便宜卖，10块钱一斤。您买回家炖五花肉，绝对鲜掉眉毛。10块，这品质不贵，给我来3斤。兄弟，这野生石瓜怎么卖？县城饭店里可贵着呢。老板，纯野生石瓜，肉质紧实，给您个实在价，50块一斤。好嘞，给我挑10斤个大的。今晚几个朋友聚餐，正好加个硬菜。给我来2斤笋，刚好，我要5斤石瓜。哥，这也太好卖了吧！这比在单位上班1个月赚的都多。唐星，走，去镇上最大的供销社和超市。好嘞，哥。哥，你这买法简直就像要把超市搬空啊！苦日子过到头了，以后绝不让孩子在吃穿上受半点委屈。回村儿。凭什么？这个破产的倒霉鬼，凭什么突然发了横财，买这么多好肉好米，也不说给亲大哥送一口，真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听说他昨天挖了110斤黄女拱冬笋，那玩意儿在镇上老值钱了。黄女拱想靠挖冬笋翻身，做你的春秋大梦。把农药倒进水缸，吃出人命，我看你怎么翻身！把农药倒进水缸，吃出人命，我看你怎么翻身！这大半夜的是谁？大嫂，农药！好歹毒的妇人，竟然想偷家害我！林野，看你明天拿什么去卖钱，你这辈子都别想翻身！啊！大半夜的，你没睡啊？我是看你水缸里有虫子，想帮你杀虫。杀虫？用百草鬼往别人泡菜的水缸里杀虫？赵春燕，你这是投毒，是想害死吃着笋的人，顺便把我送进大牢的枪子啊！我没有，你瞎说！好，大半夜翻墙入室，手持剧毒农药投毒未遂，人证物证俱在，我现在就给派出所打电话。你报啊！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我是来投毒的？我半夜睡不着溜达不行吗？这是咱家老宅，只能你在这儿住，不能我来吗？林野，你大嫂不懂事，我也没劝住她。我这个当哥的求你了，别报警，咱一家人好好商量。不报警也可以。现在把村长还有族里的长辈全都给我叫过来。今天这事儿，如果不彻底做个了断，明天我就让你吃上铁饭碗。春燕，你疯了！往水缸里投百草美，你是要拉着全村人去吃枪子啊？人证物证俱在，他想毁我生路。林强，我今天只给你2条路选：第一，我马上报警，这半瓶农药足够他把牢底坐穿。老二，别报警，千万别报警，咱们是亲兄弟啊！你要多少赔偿，哥想办法凑给你。我1分钱都不要。第2条路，彻底分家，断绝关系。老宅的这块地基，还有后山那片30亩的荒林，全归我。以后生老病死互不相干，白纸黑字写清楚，村长做见证人。怎么，舍不得？那好，我现在就打电话报警。我欠！媳妇儿，你慢点走。林野，这事儿你做得对，有这样的亲戚，早断早清净。多谢村长半夜跑一趟。随着进山越来越深，找货越来越准，每天几百斤的山货，光靠我一个人又挖又洗又切片，根本忙不过来。看来得招人了。林野，你咋来了？小月，我那里山货太多，缺个人手帮忙清洗，你愿不愿意来帮我干活？工资1天100块，中午管顿饭。1天100？愿意。林大老板，小月这丫头干活最麻利了，我这就让她去。林老板，那这工资是不是每天结算交给我？林老板，那这工资是不是每天结算交给我？这钱是小月自己凭双手赚的，每天的工资我只交到她本人手里。刘二柱，你要是想要挣这个钱，你也可以来。我这个老骨头就不掺和了，给小月就行。林大哥，我愿意去，我一定好好干。小月阿姨，一会儿留下来吃饭吧，爸爸做了红烧肉。林野哥，我来了！我的哥，你这速度也太吓人了！昨天苏总刚提了一句精加工，你今天就弄出这么多成品了，
这品相比镇上收购站那些碎渣子强100倍都不止。多亏了小月手巧，切得匀，翻晒也及时。这一批是今天赶出来的头一批干片，正好拉过去给苏婉清看看成色。小月，你先别走，晚上留家里吃饭。我和唐兴去县城送完货就回来，顺便带点好菜，咱们庆祝一下。不用，林大哥，我就是干了点分内的活，哪好意思留饭？分内也得留下，你就在家等着，顺便帮我照一下2个孩子。爸爸去县城一趟，你和妹妹在家听小月阿姨的话。知道了，爸爸。小月妹子放心，我们快去快回。哥，我真服你了。前几天你还带着孩子住漏风窝破，这才多久，货都开始做精加工了。我看用不了多久，咱们这山货生意就能做到县城，做到市里去。苏婉清那边渠道广，只要品质跟得上，不愁卖不上价。对了，哥，你说苏总给咱们干片开多少钱一斤？鲜货都100了，干片怎么也得翻个倍儿吧？看他验货再说。林野，你可算来了！早上还跟赵经理念叨，不知道你第一批干片什么时候送过来，没想到你动作这么快。头一批货先送过来给你看看品质。太好了，切片厚度均匀，没有碎渣残次，晾晒的火候也刚好，最大程度保留了葛根的药性，比我预想的品质还要好。林野，这批干片我给你300块钱一斤。行，就按你说的价，过秤吧。点一下。不用。信得过你。进去喝杯茶，正好跟你聊聊后续的合作。我打算在市区开一家高端山货馆，主打野生药材和山珍礼盒。你这边的货源要是能稳定供应，我可以给你独家供货商的身份。独家供应没问题，但我有2个条件：第一，所有货的收购价必须按市场价走；第二，后续我会增加石蛙、黄泥拱、冬笋、野山菌、黄金这些品类，只要品质达标，你这边都要收。只要品质够好，有多少收多少。价格你放心，我做生意从来不亏合作方。以后你送货直接联系我，不用经过采购部。价格我亲自定。哥，6万3啊！就这几袋骨根片，顶我上班2年工资了。这才刚开始，这5000块你拿着，算是这几天的工钱和油钱。以后跟着我干，只会多不会少。别，哥，之前你都给过我1000了。再说咱们这生意刚起步，用钱的地方多着呢。等以后做大了，你再给我分红就行。拿着，家里老人孩子都要用钱，别跟我客气。行，哥，我就跟着你干了。你说往东，我绝不往西。谁要是敢在生意上坑咱们，我第一个不答应。少贫嘴，走。去菜市场和超市多买点菜和肉，晚上回去好好吃一顿庆功饭。哟，回来了，买这么多东西干什么？日子刚有点起色，不能大手大脚。四叔，今天干片卖了好价钱，该庆祝。林大哥，你还买这个干什么？我不爱吃甜的。拿着吧，干活累了垫垫肚子，女孩子多吃点甜的，心情好。来，第一杯，庆祝咱们林野熬出头了。也庆祝这第一批葛根干片旗开得胜，卖了好价钱。林富贵，你是不知道今天苏总开的价，300块钱一斤，就咱们拉过去那200多斤，整整卖了6万多。我早就说你是个干大事的料，当年在县城做生意就比别人脑子活，这点挫折打不倒你。小月，今天第一批货能这么顺利，你功不可没。后面货会越来越多，清洗、切片、晾晒这块就全交给你负责。工资我给你涨到1天150，中午晚上都管饭，你看行不行？150太多了，林大哥，我干的活不止这么多。值，你干活细心，切片又匀又快，换别人未必有你干得好。你要是觉得没问题，明天就正式开始上班。后面货多了忙不过来，你也可以找村里靠谱的婶子过来帮忙，工钱我来出，你负责管着质量和进度就行。谢谢林大哥，我一定好好干，绝对不会给你添麻烦。说什么麻烦？唐兴，运输和对外交接的事儿就全交给你了，除了每天拉货送货，以后去镇上县城采买物资，还有跟苏婉清那边对接日常公用你负责。每个月我给你开4000块底薪，卖货额外算提成，年底还有分红。哥，底薪4000还带分红，太多了。不多，你脑子活，会来事儿，比我适合跟人打交道。放心吧，哥，以后对外的事儿你就交给我。谁要是想坑咱们压价耍无赖，我第一个不答应。好啊，咱们这几个人拧成一股绳，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儿。以后咱们就好好干，让那些狗眼看人低的东西都好好瞧瞧。不光要把生意做大，更要把这个家守好。人在哪儿，家在哪儿，心齐了，家就稳了。唐兴，这批石斛苏总那边急要，路上开稳点，千万别捂坏了。放心吧，哥，这车虽然破，但我这技术绝对稳当。哥，不好了，我这破车在半路上的盘山道趴锚了，水箱爆了，发动机也冒烟了，彻底卡死了。今天太阳大，货箱里闷得像蒸笼，那批野生石斛快扛不住了。你别急，找个阴凉的地方把货卸下来，我马上借车过去接应。村里除了大哥家那辆借不出来的破面包车，根本没有别的4轮车了，只能去镇上高价租车了。
婉清，你怎么亲自来了？林先生，我昨天听唐鑫提过一嘴，说你们那辆运货的皮卡车况不太好，而且最近气温变化大，很多娇贵的药材运到县城时，品相都会受到一点点影响。对于御膳阁来说，您提供的那些顶级野生药材就是我们制胜的王牌，好马配好鞍，这么顶级的药材绝不能因为运输工具的问题受损。我用这辆车择价入股您的山货生意，我只有一个要求，你以后挖到的所有顶级野生药材必须独家专供给我。林大哥现在到底有多厉害啊？苏总的诚意我看到了，成交。婉清，你来的太是时候了，我的那辆破皮卡刚巧在半路上抛锚了。哥，这是愣着干什么？这是苏总给咱们配的新专车，赶紧把货搬上冷藏车厢。妈呀，冷链专车！哥，咱们这装备简直是鸟枪换大炮啊！马哥，出事了！他车上的药材坏了吗？不是，是林野带着新车过来了。新车？白色冷链车，苏婉清给他配的。现在他们准备把石斛搬进新车里。你刚才不是说车已经坏了吗？我提前动过手脚，原本以为货会在路上坏掉，谁知道苏婉清直接送了辆新车过来。那就继续动手。怎么动？你自己想办法。哥，这车太好了，温度一直保持在3度左右，石斛进去以后跟刚挖出来一样。快停车！你们能载我去趟镇上吗？老先生，快到路边，太危险了！这是碰上茬子了。小伙子，行行好，送我去镇医院。我腿脚不好，走不动了。老人家，镇医院离这里不近，您先坐到路边，我帮您叫车。不用叫车，你们这车这么大，带我一起走不就行了？车上装的是药材，不能载人。你们这些年轻人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老人家，您这腰恢复的挺快。行了，别装了。小六子，原来是你！林老板，别紧张，我们只是帮你检查了一下车。你们是马老三派来的？哼，谁派来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现在货要坏，车也走不了，前面的路也被我封死了，你就等着这车山货发酸发臭吧。哥，这石头太大了，恐怕得找挖掘机。不用找挖掘机。哥，不找挖掘机，咱们怎么过去？我试试。哥，你别告诉我，你真想靠手搬？哥，这石头到底有多重？估计300-400斤吧。300-400斤，我和4个人一起搬都未必搬得动。别研究石头了，温度还在升，赶紧出发。哥，你是不是从小就练过？以前干活比较多，力气就慢慢练出来了。那你以前干的是什么活？能把300-400斤的石头搬走？看路，别分心。林野，辛苦了，路上还顺利吗？货没有问题，不过路上遇到了一点小麻烦，耽误了些时间。车上的药材有没有受影响？线路被人动过，但好在送的及时，货物没有坏。有人故意动了车？他们还故意用巨石封路，想让我们停在山里。先把货搬进去，动作轻一点。品相很好，根须没有失水，还是刚采下来的状态。只要货不坏，我答应你的东西就不会迟到。不过你也要注意安全，以后遇到这种事儿，不要一个人硬扛。我会注意。先验货吧。苏总，货物全部合格，品质比咱们之前收的还要高。林野，钱都在里面了。还有，冷链车的维修和保养由我们负责。苏总，这车也是你们负责保养？只要林先生继续稳定供货，车辆的维护就不需要你们操心。苏总放心，我一定把车照顾好。谢谢婉清。唐鑫，咱们回去。不在省城住一晚？不了，家里有人等。行了，剩下的爸爸来弄，你快端起来喝口甜水。爸爸，我不累。唐叔叔说这些都是要卖给苏阿姨的，咱们得弄得干干净净，不能让人家挑出毛病。野哥，看我这新车怎么样？苏总那边特意给批的专线，以后咱们这山货直接冷链直达县城，再也不怕捂坏了。这只山参是苏总急要的，
你路上慢点开，咱们做生意的讲究细水长瓢，记住货没了可以再挖，人千万别出事儿，安全第一。放心吧，野哥，我办事你还不清楚？哎呦喂，这日子是越过越红火了，这都有大专车来接货了，正正经经做买卖就是好。呸！瞎显摆什么？不就是走了狗屎运，在深山老林里刨了点草根子吗？我看他能嘚瑟到啥时候。三哥，打听清楚了，林野那小子最近又导不出一只60年份的野山参，县城御膳阁的苏婉清直接给他开了20多万的价。20万！我在这镇上低买高卖收了10几年的山货，他林野算个什么东西？敢绕过我直接吃独食？他想拿这20万舒舒服服的过日子，想坏了我马老三定下的规矩，做梦！去，带几个弟兄，带上干活的家伙事，出村就那一条山路，给我去把那条路用铁栏杆死死封住。要过路就得给我交钱。哼，我倒要看看他那破货车怎么飞出这座山。唐叔叔，你去城里别忘了给丫丫带大笑脸糖糖回来哦。忘不了，叔叔把这批货送到，给你带1整罐大笑脸糖糖，让你吃个够。唐叔叔，路上小心，注意安全。去吧，随时电话联系。谁干的？这可是村里大伙集资修的路，谁有胆子封路？吼什么吼？这路现在归我们三哥管，你想过去？行啊，交管理费，1趟5000块，少1分这车都别想过去。你们这是敲诈勒索，我凭什么要给你们交钱？你们这是犯法的，知不知道？你少吓唬我！我现在站在这儿不交钱，今天连人带货全给你留在山里。野哥，出事了！马老三的人把出村的路给用铁栏杆堵死了，开口就要5000过路费。他们人多，货我没动，现在怎么办？别跟他们动手，货不重要，你保护好自己，原地等我。爸爸，唐叔叔是不是遇到坏人欺负他了？是遇到不讲理的人，但咱们不能怕。爸爸现在去帮唐叔叔一起奖励，你在家看好妹妹，爸爸很快就回来。爸爸去吧，我会保护好妹妹的。怎么着？救兵搬不来，钱也不打算交是吧？行，过去给我把车门撬开，看看里面到底装了什么金疙瘩。我看你们谁敢动，光天化日之下抢劫，你们真以为没有王法了吗？哼，你快点给我让开，不然我让你瞧瞧。野哥，他们把路堵死了。哟，我还以为搬来什么了不得的救兵呢。你不就是那个挖了几根破草吗？现在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的？你不是知道吗？我姓林。听说你在村里力气挺大，怎么着？今天想跟哥几个练练？这路是扶贫拨款，村里大伙一挑一担修出来的。我问你们谁让堵的？哈哈，就是我堵的，怎么了？你管得着吗？这路又没写你名字，今天不管谁来，你也得把买路钱给我乖乖交出来。这小子是不是脑子进水了？他以为他是变形金刚啊，想把这么粗的铁管拔。现在还收费吗？不收了，林大哥，您过，您随便过。路通了，上车，把货送去县城，别让苏总等急了。哎，好嘞，野哥，保证准时送到。回去告诉马老三，这样的事情我不希望发生第2遍。好。林野啊林野，野山参挖得多又有什么用？这穷山恶水的，只要这路一封，你的极品山货运不出去，就算烂在手里也变不成钱，到最后还不得乖乖降价求着我收？干什么？毛毛躁躁的，进来不知道敲门吗？我不是让你们去林家村封路收货费吗？怎么这副德行跑回来了？林野那小子的车拦下来没有？三哥，完了，全完了。那钱咱们收不了，路也封不住了。怎么回事？你连一个乡下种地的都搞不定，你们是吃干饭的吗？我平时白养你们了是不是？不是啊，三哥，你听我说，那个林野他根本就不是人，他是怪物，是个活生生的怪物啊！他们也都看见了，我们按照您的吩咐，将铁管子死死焊在路两边的石墩子上。那阵仗，别说是一辆轻卡，一时半会儿也别想推开。既然焊死了，那他们是怎么把货运出去的？林野他来了，他没带任何工具，也没带人帮忙，他甚至连一句废话都没跟我们说，就那么走到铁栏杆前面。三哥，我亲眼看见的，他就伸出了一只手，就一只手啊，扣住那根实心大铁管，就像掰一根石竹子一样，嘎吱一声，那可是大腿粗的钢管啊，直接被他硬生生连根拔出来。那铁管子在他手里被硬生生捏扁掰弯。
三哥，他真的就是个怪物，那可是金刚混着水泥啊！他随手就把那堆废铁扔到了路沟里，砸得地面都在晃。是真的，三哥，我们离得近，看得清清楚楚。放屁！越扯越离谱了，徒手掰断铁管！你当时在看武侠小说呢，还是看超级英雄电影？我看你是被林野不知道用什么障眼法给唬住了。乡下人搞点江湖戏法，就把你们吓成这副德行。三哥，我没撒谎，真的是我亲眼所见。不仅是我，他也全看得真真切切的。三哥，这活我干不了了，这钱我也不要了。林野那个煞星，谁爱惹谁惹去，我是不敢再去惹他。我还想多活几年。三哥，我先走了。你给我回来！反了你了！对了，三哥。林野让我转告你，这样的事情他不希望发生第二回。他的话你倒是记得清清楚楚。这批货的品相很好，林野做事一向让人放心。今天怎么来的这么晚？中间出什么事儿了吗？苏总，这是野哥让我给您送来的60年份野山参，您收好。您是不知道。马老三那孙子心黑手狠，让人把我们出村路用铁栏杆给堵死了，开口就要过路费，这不才来晚了。封路，你们没受伤吧？林野是怎么处理的？野哥直接把那根粗铁管给掰弯，扔到了路边，那帮混混当场就吓得尿了裤子。不过马老三这明摆着是不想让咱们好好做买卖。林野虽然能解一时之危，但你们还是要时刻注意。去查一下林家村那条出村山路的产权备案，立刻联系公司的法务部，把相关文件调出来。马老三就喜欢用一些上不得台面的手段，之前就有这种情况出现，我给他打个电话警告一下他。苏总，这不会影响到你吧？没事，他对我没办法。哎呦，苏总啊，今天刮的什么风，竟让您亲自给我打电话？马老板，听说你的人今天早上在林家村的公路上设卡拦车，我打电话来是想提醒你。别再干一些上不得台面的事情，小心进去。苏总，您这话是从何说起啊？我就是个本本分分收山货的，我哪管得了村路上的事儿？肯定是底下哪个不懂事儿的瞎胡闹。马老板，你最好管得了你自己的人。我明确告诉你，林野的货是我的指定供应，我们签了正规的商业合同，谁动他就是动我御膳阁的供应链。如果再有下次，找你的就不是我，你自己掂量掂量。喂。这个女人真以为我是被吓大的。三哥，咱不能再来硬的了。不仅林野是个硬茬，现在他背后还有御膳阁的苏婉清。这么简单事情我用你说？三哥，明的不行，咱来暗的啊。苏婉清那娘们也有钱有势，咱弄不了。可是林野咱还弄不了吗？往他饭里放点泻药，让他拉几天。三哥，咱做的又不过分的，那几天山上的药咱还不是随便采。你说的对，只要他家里不安生，我看他还有什么心思去挖药赚钱。爸爸，你回来了，今天晚上咱们吃什么？你想吃什么？哥哥想吃肉，下午哥哥就饿了。野子回来了，小陈、丫丫，看四爷爷给你们拿什么了？四爷爷，野子，这是家里老母鸡刚下的土鸡蛋，你每天早上给2个娃娃煮上吃，好好补补身子，娃们都在长身体，营养得跟上。谢谢，您费心了，以后家里的鸡蛋我都按市场价收，您别总白送。跟我还见外，好好带娃，日子过得红火，看着心里就舒坦。赶快给孩子们煮了吃了。小唐又去城里卖货了。富贵叔，刚去给林哥卖了点药材。快进去吧，丫丫那小丫头就等着你呢。哎，富贵叔，看唐叔叔给你带什么了？兔子。唐叔叔，我喜欢这个兔子。唐叔叔，你是不是忘记给我买什么了？什么？我忘记什么了？唐叔叔，放我下来，我要去找哥哥。唐叔叔怎么能忘记你的大白兔糖呢？谢谢唐叔叔，我要给兔兔喂糖糖吃。这是给你的，你马上就要上学，就背这个书包，快试试新鞋合不合脚。唐叔叔，这鞋太白了，踩在泥地上会弄脏的，我先收起来，等过年的时候再穿。咱们现在自己赚钱了，买得起新鞋，脏了爸爸给你洗，以后不管去哪儿，你都要穿得干干净净。兄弟，谢谢你。嗨，咱哥俩说什么谢？那什么，我先走了。小陈，明天爸爸要很早上山，
我把早饭一起做了，明天让小月阿姨帮你们热饭，你记得让妹妹吃完。爸爸可以在甜汤里多放一点红枣吗？妹妹每次吃完还想要吃红枣。好，那爸爸这次多放一点。哼，你断了三哥的财路，就别怪兄弟我心狠手辣了。真是天助我也！饭怎么还没做好？你要饿死你爹！一天天啥事儿也不干，就做个饭还不能准点，我还要你有用！我来找小月。哟，林总，来找我们小月干什么？林哥，小月，我明天早上要去上山，我想拜托你明天早上去给小陈他们热个早饭，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我一个闲人，热个饭的时间肯定是有。林哥，你放心，明天晨晨和丫丫我来照顾。林总啊，你看你让小月去帮忙，那我们这一家也等着小月做早饭下地干活呢，这是不是？算我顾小月，这么多都够了吗？够了，你和妹妹在家里千万不能乱跑，知道吗？爸爸，你放心去吧，我会照顾好妹妹，绝对不走出院子大门一步，谁叫门我都不开。好，快睡吧。小月，今天上午就辛苦你帮忙照看半天了，中午我就赶回来。林哥，你放心进山吧，孩子我看着。晨晨、丫丫，快过来喝甜汤啦，喝得饱的再玩。小月姐姐，丫丫不想喝，等会儿我饿了我再喝。小月姐姐，你辛苦了，你喝吧，我和妹妹都还不饿。谢谢晨晨啊。林大哥，你回来了，我刚把丫丫和晨晨哄睡着了。谢谢你啊，你做得很好。应该的。不是应该的，你帮了我的忙，我说谢谢，是应该的。不用谢的，林哥，你给了钱的。对了，我问他们要不要喝甜汤，他们说不饿，不想喝，所以甜汤还没动。你早上吃饭了吗？没吃，我早上干完活就来了。我怕你走得太早，晨晨他们没人看着。那汤还挺多，你要是不嫌弃，我给你热一碗。不嫌弃，我不饿，我平时也这样的，真的不碍事。一碗汤而已，你喝了吧。这是你要给晨晨和丫丫的，我不能喝。他们不饿。那也不能给我喝，留着下午他们醒了喝吧。我喝水就好了。小月，林哥，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让你喝，你就喝了吧。孩子们醒了，我再给他们熬。你照顾他们一上午，自己连饭都没吃，现在喝一碗汤暖暖胃，不是什么过分的事儿。谢谢林大哥。慢点喝。林大哥，那我先回去了。下午我不上山，你不用再过来了，回去吃点东西，好好歇着。刘小月，你干什么？都中午了，你还不去做饭？爹，我肚子疼。又疼？你一天到晚哪儿都疼，早不疼晚不疼，一让你干活就疼。我真的疼。别跟我装，赶紧去做饭。一天啥也不做，净是毛病。你还真演上了。我真的难受。难受什么？你别以为去林野家待了半天就学会装娇气了，人家给你点好脸色，你还真当自己是大小姐了。磨蹭什么？赶快去做饭，早上就没做。喂，刘小月，别装死，起来！小月，刘小月，小月，你怎么了？还有呼吸，还有，怎么会这样？上午还好好的，怎么回来就这样了？林野，林野，林野，你快来！林野，快，小月快不行了！怎么回事？他中午回去就说肚子疼，后来开始上吐下泻，拉的站都站不稳。我以为他装病偷懒，刚才一看，他一头栽在院子里，怎么叫都没气儿了。中毒，绝对是中毒。唐兴，你在村里吗？行，你赶快来刘二柱家，小月中毒了。林野，中毒，他怎么会中毒？去镇医院开最快。好，系好安全带。
医生、护士，快来救命！有人中毒了！快，疑似急性重度中毒，马上推进1号抢救室，准备洗胃机、除颤仪，立刻抽血加急化验。他怎么会中毒？他在你家吃了什么？甜汤，有人在里面放了东西。谁是病人家属？我是他爹。情况非常糟糕，病人不是食物中毒，体内存在一种不明的烈性毒素，现在他严重脱水，电解质彻底紊乱，血压已经低到了危险值。那你们快用药解毒啊！我们已经给他注射了广部解毒剂，但几乎没有任何效果。这种毒素非常顽固，正在快速破坏他的脏器。我们现在只能靠仪器和药物勉强维持他的生命体征，但他随时可能出现休克，甚至心跳骤停。病人目前极度危险，我们必须下达病危通知书。家属签字吧。这要是真死了，以后家里的活谁来干？大夫啊，那啥，抢救归抢救，这费用能不能少用点那些个进口的贵药？咱就是乡下人，随便用点便宜的药对付对付就行了。刘二柱，你说的还是人话吗？躺在里面的是你亲闺女，她连命都快没了，你在这为了省钱让她用便宜药？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家里几亩破地能刨出几个籽儿？万一钱砸进去了，人没救回来，我后半辈子喝西北风啊！治不治得活那都得看天命，他的命老天都写好了。你情况怎么样？哎呦，我的老天爷呀，我命苦啊！不是我这当爹的心狠，是我真掏不出钱呀！大兄弟，你们都是有大本事的人，可怜可怜我这个穷光蛋吧！这丫头要真是扛不过去，那也是她的命。我只能认了，钱我出，人必须得救。哎呦，你可是我们家的大恩人，我就知道你是个善心人。你放心，我当然心疼小月，那可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啊！先生，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钱能解决的了。这是一种非常罕见且复杂的混合型土法毒药，普通的广部解毒血清打进去根本起不到中和作用，甚至因为脏器衰竭，抗药性在急剧下降。如果找不到针对性的解毒成分，以现在的器官衰竭速度，恐怕撑不过今晚。你立刻回村，把我家屋里的甜汤拿过来。明白，我马上就去。婉清，不用你说，我知道该怎么做。我刚来的路上已经联系了附近有名专家，他对各种偏门毒素非常有研究。王医生，拜托你们看看，无论如何保住她。您一定要救救我女儿。您不用担心，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王医生，这边来。苏总，林先生，这毒太诡异了，像是民间传说中的断肠草混合了某种烈性泻药，药性相重又相符，早已渗入五脏六腑，普通的人参灵芝只能勉强吊住一口气，根本解不了毒。如果是几十年前，或许还有偏方各救，但现在，哎呦，我的小月呀，你还那么年轻。林野，我听说小月那丫头中毒了，是不是嘴唇发紫，浑身发冷，肚子疼得像是被刀绞？您怎么知道？解毒偏方。专家医生，如果能找到那东西，是不是就能救小月那丫头的命？四叔，你知道有什么东西可以救小月？叶子，咱们村后深山里有一处绝壁，老辈人都叫它鬼见愁。那地方常年云雾缭绕的，毒蛇毒虫多得数不清，石壁上面还长满了湿滑的青苔。我听我爷爷那一辈的老猎户说过，那绝壁半腰的石缝里长着一种齐生解毒草。过去有猎户进山，不小心误食了毒蘑菇，或者被毒蛇咬了，命悬一线的时候，只要能采到那草，嚼碎了咽下去，就是靠它从阎王爷手里抢回一条命的。这绝对不行！民间草药的传说怎么能随便用在急救上？连成分都不清楚，万一吃下去加速器官衰落，谁来负这个责任？如果林野能把那株草找回来，林医生能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辨认出它的药理成分，提取有用的汁液？如果真是古书上记载的那种齐生草，凭借现代的仪器和我们的经验，只要原草到手，我们有70%把握能提炼出对症的解药。告诉我，鬼见愁具体在哪个方位？爷子，那地方真不能去啊！几十年来，村里根本没人敢往那儿走。那地方一脚踩空，下面就是万丈深渊，连个全尸都找不回来。四叔，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小月死。野哥，你疯了吗？这么大的雨进深山，还是去爬绝壁？我跟你一起去，2个人好歹有个照应。不行，你绝对不能去。为什么不行？我虽然没你力气大，但我能帮你拿绳子，能帮你探路。你一个人上去，我怎么放心？那地方九死一生，你没有任何爬山的经历。你去了，我还要分心救你，我没那个精力。
那我就在这山下等你。野哥，你千万要注意安全。小陈和丫丫都在家等你。是滚石！就是这里了。小陈和丫丫还在等我，我绝不能在这里停下。椰子，椰子，你怎么伤成这样了？我车上有药，我先简单给你包扎一下。别管我，药拿到了，快上车，去医院。医生，药找回来了。天哪，快推平车过来，这位家属受了伤。林野，你还好吗？你说句话。药在他那里，麻烦你快去救小月。老天爷！真的是齐生解毒草，根须一丝未断。这东西我只在几十年前的医书残卷上见过图谱啊！快，马上准备提取设备，切片取汁，配合静脉注射。奇迹啊！这汁液滴进去不到半个时辰，患者体内的毒素就开始被中和了。林大哥，我是不是又给你添麻烦了？没有。你活着就好。我的好闺女啊，你可算醒了，爹这心都要疼碎了啊！你想干什么？我替我闺女收着医药费啊！放回去，那笔钱已经是刘月的医疗费用，任何人不能私吞。刘二柱，你不能动这笔钱。林大哥，我不想再回那个家了。你先好好养病，剩下的咱之后再说。林野，化验结果出来了，你剩下的甜汤里被掺入一种土制的烈性毒药，还混合了超大剂量的强效血药，这种配方非常阴毒。马老三，绝对是马老三干的，前脚刚被苏总警告不能封路，后脚就对你下这种死手。野哥，我现在就去把他店给砸了不可！站住！野哥，他都这么过分了，咱还要忍着？打砸一顿太便宜他了，没必要。再说你有证据是他下的药吗？林野说的对，唐兴。你要是去砸了店，马老三反而能反咬你们一口报警抓人。咱要有证据，才能更好的对付他们。婉清，小月这边麻烦你派2个护工照看。唐兴，你留在这里守着，我回村一趟。一双新的黑胶鞋踩出来的。回来了，小月怎么样？鬼见愁管用吗？管用，现在他好多了。四叔，昨天有没有看到什么眼生的人在咱们院子附近转悠？哎呦，你别说，还真有。前天晚上我出来倒水，见个黑影从你家万墙后面窜了过去，那人看着不是很高，跑得老快，我当时还以为是哪家的小偷，追出去看，人已经没影了。看清穿什么了吗？没看清脸，他跑得太快了。王叔，你这孩子走路怎么没声音？吓我一跳。这几天有没有镇上的人来你这儿买过东西？有啊，镇上马老三手下的那个狗头孤精小六子，昨天上午跑我这儿来，买了一瓶二锅头，还买了一双胶鞋，说是进山踩了一脚泥，要换双鞋。也没听说马老三最近要上山啊？怎么了？不是二柱他女儿中毒跟这有关？我这不是随口一问吗？钱放这儿了，我先走了，王叔。苏总，下毒的人大概确定了，是马老三的手下小六子。好，我马上让法务部联系马队，直接带人下去，只要拿下小六子，就能顺藤摸瓜咬出马老三。抓小六子可以，但马老三这只老狐狸肯定不会轻易承认是他指使的。王清，让马队先别大张旗鼓的进村。马老三既然想玩阴的，我们就给他唱一出引蛇出洞。三哥，我打听到了，那女人被县城的大专家给救活了，这可怎么办啊？万一查到我头上，我这辈子就完了。什么死不死的？你不就是给林野下了点泻药吗？跟女的有什么关系？查出来也没事，不用担心。三哥，不只是泻药，我想着林野那小子来坏三哥的事情，我就有多放了东西。你放了什么？放了点毒。不过三哥，那女人都被治好了，我不是……我让你对付林野，谁让你对其他人下手？
再说谁让你下毒了？我是放在饭里，没想到让那女的喝掉了。三哥，我不会进去吧？我不是故意的呀。慌什么？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是你干的？六子，事情闹大了，这钱你拿着，连夜走后山那条没人走的土路，买车票去外省，躲个1年半载，风声过了再说。别说三哥对你不仗义。三哥放心，我这就走，马上就走。喂，是110吗？我要举报，我手下有个叫小六子的员工，刚才跑来跟我借钱。我一逼问，他竟然坦白说他因为私怨跑去下了毒。对，他背着我干的，我不知道这事儿啊。我不想让这个孩子走上错路，这才决定报警。他说今天连夜买票去外省。对。李野，你别过来！我警告你，我手里有刀，你再往前走一步，大不了鱼死网破。怎么不跑了？李野，你饶了我吧，是我自作聪明，是我擅自做主往你家锅里下的药。我本来只想让你拉几天的肚子，我没想杀人。小六子，你以为你拿了钱就能跑得掉？警察现在已经在来抓你的路上了。知道是谁报的警，把你的行踪卖得干干净净吗？谁？是你的好三哥马老三，他实名向警方举报你下毒潜逃，把所有罪名都推到你个人私怨上。他给你钱不过是为了稳住你，然后用你替罪。不是的，我三哥不知道我下毒，他不会害我。是你下的毒，马老三不知道，我三哥当然不知道。你还在帮他掩盖，不过确实是他报警让我们来抓你。不可能，三哥刚才还给我钱，如果不是他，警察怎么可能知道我连夜走这条荒废的蜀路？他还专门强调让我走这条路。马老三，你个忘恩负义的！我为了替你出气才去下的毒，你竟然报警抓我！既然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李野，我全都说，下毒是我自己干的，我也没想到那汤都让他喝了。但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马老三，他平时是怎么强买收保护费，我全都有证据。马队，这是我刚才录的音，这也算证据。林先生，感谢你的配合，录音证据非常关键，我们现在就去镇上对马老三实施抓捕。小六子这个蠢货，他自己擅作主张去下毒，被抓了也是活该。我没有亲自动手，最多也就是损失个跑腿的小弟。你们都把心放肚子里，警察就算查，那也是小六子个人的私怨，火烧不到咱们头上。哎呦，这不是林老弟吗？听说你孩子出事了，我这心里也难受得很。你来要买什么药吗？我给你6折。小六子全招了，你现在去自首，或许还能少判几年。跑到我这儿来问罪来了，你不能因为平时跟我抢生意就乱冤枉人。他招什么也没用，因为他是在胡说八道。林爷，我告诉你，这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把实话告诉你，小六子下毒的事我刚知道，还是我亲自打电话给派出所举报的。我这是大义灭亲，帮了你一个大忙，你不感谢我也就算了，还带跑来找我的麻烦。林老弟，你说寒不寒心？林爷，我这张桌子可是很贵，你得赔。我不打人，是因为我希望我的孩子们永远能看到一个正面的爸爸，但这绝不代表我不会。生意上的事儿你再不满意，你也不伤害我身边的人，他们是无辜的。马老三，你以为举报了小六子你就没事了？你这几年私设路障收费、恶意压价、强买强卖，甚至持械威胁砸毁其他商户店铺，所有的证据都在这里。马老三，现在依法对你进行逮捕。林爷，我错了，我不该招惹你。我有钱，我把我这些年赚的钱全给你。我赔钱，只要你签谅解书，我把这几年赚的钱都给。马老三，我不要你的钱，做了错事就要承担后果。同志啊，马老三当年把我老父亲救命的几10年份黄金，硬是几百块钱就抢走了。我不卖，他手下就砸我的药筐。你们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啊！就是，这些年他们把持着出山的路，压我们的价。咱们这些靠山吃山的苦命人，这些年被他欺负惨了。乡亲们放心，马老三团伙的犯罪证据已经确凿，你们反映我们都会追查到底，绝不姑息。林爷，马老三倒了，镇上的药材市场现在是个真空期，这正是咱们建立正规秩序的好机会。我打算出资在镇上建立一个正规的药材收购站。正规收购站？怎么个正规法？所有药材明码标价，按品项严格分级，绝不欺瞒压价。我想请你做这个收购站的首席顾问，负责鉴别核心山货和提供极品货源。你的货我还依旧按最高市价收。这个主意太棒了，苏总，要是这收购站搞起来，那乡亲们以后就不用再看其他人的脸色了，这可是造福乡里的大好事儿。苏总，你的心意我领了，但小月这次中毒把我吓怕了。你在担心马老三会报复晨晨他们？马老三进去了，保不齐以后还有王老三、李老三，
生意做得越大，眼红的人就越多，赚钱可以慢一点，但我绝对不能让我的孩子再面临任何危险。在没有绝对的把握护他们周全之前，我不想盲目扩张。野哥，安保和物流的问题交给我。要是咱们建了收购站，我就专门成立一个运输车队，以后咱们的运输线路全部固定，司机就用可靠人手，车辆全程 GPS 定位，车厢里外全装上高清监控，货物从出村到进城全程记录，谁也别想再动一点手脚。不仅是物流，我会让法务团队也会全面介入收购站的运营。林野，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再说你怎么能保证少赚一点，之后没有下一个马劳三？你们说的对，我以为只要我拳头够硬，就能护住一双儿女，但现在我明白了，只有让咱们身边的体系强大起来，让所有人都按规矩办事儿，才是真正的安全。小月啊，身体好点没？医生说你快出院了，爹今天特意来接你。俗话说得好，妇女哪有隔夜仇？跟爹回家吧。我不回去。你反了天了！我是你爹，你不跟我回家去哪儿？他去哪儿，由他自己决定。刘二柱，从今以后刘小月的去留他自己说了算，谁也强迫不了他。行，翅膀硬了，我不管了。小月，既然不想回家，那你先住到我在镇上的员工宿舍去吧。宿舍的条件不错，很安全。等你身体完全养好了，可以去我的店里帮忙做些清点账目、整理货物的轻松工作，工资我会按月照发给你，包吃包住。谢谢苏总。野子，回来了啊！小月都安顿好了。晚清店里缺人，等小月养好身体，直接去晚清店里干活。接下来你打算咋办？这院子咱们得好好守着。四叔、唐兴，我仔细想过了，赚再多钱，如果家里连个安全的围墙都没有，那全是白搭。从今天开始，我要把这院子彻底翻修加固，不搞那些花里胡哨的装修，一切以实用和安全为主。野哥，你说怎么干？我这就去镇上拉材料，买水泥砖头。首先，这院墙得加高，上面全部拉上带刺的防攀爬铁网。早该这么干了。野子，你这就叫吃一堑长一智。野哥，这摄像头不仅能夜视，只要从手机里直接说话。现在谁也别想再偷偷摸摸的靠近咱们家。哎呦喂，你们看看林野，这发了点小财，还真把自己当大财主了。他这是防谁呢？怕咱们去偷他家的金疙瘩不成？就是啊，这搞得也太夸张了，都是乡里乡亲的，至于吗？赵纯燕，你在胡说八道！那是防乡亲吗？那是防那些丧心病狂的坏人。人家孩子差点出事儿，换成你不怕？你作为野子亲大嫂，陈陈丫丫差点发生那么大的事儿，你不关心两个孩子怎么样了，还在这瞎说。苏姨姨，你来看丫丫和哥哥啦。对呀，姨姨给丫丫带了县城里最好吃的红豆糕。哥哥呢？苏阿姨，我在这里。婉清，你帮了我们家这么大的忙，我还没来得及登门道谢，你怎么又破费买这么多东西？林老板，我大老远跑来看望两个孩子，连口水都没喝上，你就光顾着跟我客气了。锅里正炖着土鸡，如果不嫌弃乡下饭菜简陋，你今晚就留下来尝尝我的手艺吧。好啊，那我今天有口福了。林野，这鸡汤太鲜了，蘑菇的香味完全渗透进去了，比我们大厨吊了3天的高汤还要好喝。山里的土鸡常年吃虫子和野草，蘑菇是昨天刚下过雨后冒出来的，食材好，随便炖炖就香。苏姨姨，吃这个滑溜溜的，酸酸甜甜，可好吃啦。好吃。阿姨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饭菜。苏总不嫌弃，以后多来，让林野多做几顿。我怕林野嫌麻烦。椰子，你看苏总和丫丫，像不像一家人？四叔别瞎说，我们只是生意伙伴。生意伙伴好呀。路上开车慢点，到家发个信息。林野，马老三的事情虽然结束了，但以后的路还很长。你记住，你不再是一个人硬扛了。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可以随时告诉我，好吗？好。四叔，这几天进山采药的人比以前多了一大半。要是照这个挖法，就算是金山银山，不出3年，这座山里的好药材也会被挖得干干净净，断了根啊！谁说不是呢？大家都穷怕了，一窝蜂的上来抢。老祖宗留下的规矩，靠山吃山也得懂得养山。可现在的人只想着眼前那点钱，哪管以后子孙后代吃什么。四叔，您看，左边那个阴湿的山谷水气足，是最边个向阳的缓坡，土壤疏松，葛根长在那里产量绝对翻倍。还有山脚下那片靠近小溪的沙土，简直就是给黄金和白道量身定做的苗床。如果在后山老林子里圈出一块保护区，叶子，你到底想干啥？你不会是想……四叔，我想把整座后山包下来，叫大家来是想商量个大事儿。我要包下林家村的后山，不是为了圈地当恶霸，
而是为了保护、培育和长久的经营这片大山。野哥牛啊！你要是真把山包下来，搞成大规模的种植基地，那产量得多大？四叔支持你，这可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好事。到时候村里那些懂行的老采药人，你全雇过来给你当技术员，大伙跟着你一起有饭吃。林野，你不仅有武力，更有常人难以企及的长远商业眼光。只要你能把这片山包下来，拿到合法的经营权，前期基础设施投资我全出了。另外，咱们签订10年的长期保底收购合同，利润咱们5-5分。婉清，投资算我借你的，我会连本带利还给你，利润咱们按规矩走。我林野要做的是靠这双手打下真正属于我自己的江山。吃，你就知道吃！你听见村里人怎么说了吗？林野要包山当大老板了，你这个当大哥的心里就不觉得憋屈？憋屈有什么用？那钱是人家自己凭本事赚来的，吃饭吧，少琢磨那些没用的。我怎么嫁了你这个没出息的窝囊废？什么叫没关系？你姓林，他也姓林，打断骨头连着筋。爹妈死得早，长兄如父，他现在发达了，凭什么不拉扯咱们一把？你现在就去他家。我去干啥？去要个包山的小包工头干干啊，或者直接要点分红，就说老宅子的风水好才忽悠了他，让他给咱们拿个10万8万的补偿。他现在要当大老板，最在乎名声。你往他家门口一坐，他敢不给你？我不去，要去你去。你真是个窝囊废，我咋就看上你了？既然你不去，那我就找个能名正言顺来治治你的弟弟。你想干什么？开门！哎喂，我知道你躲在里面，再不开门我就把这破门卸了。刀哥让我给你带句话，10万块钱连本带利，后天要是见不到，别怪哥几个对你不客气了。彪哥，你帮我跟刀哥求求情，那个骗子把我的钱全卷跑了，我这几天一定想办法去借，求你们再宽限我几天。少来这套，后天中午见不到钱，后果自负。大嫂，你平时不是躲我躲得远远的吗？今天怎么有空找我？白薇，最近过得怎么样呀？在城里过得不滋润啊？嫂子好心提醒你一句，那个以前连饭都吃不起的林野，现在马上就要成咱们村的大老板了。林野，大老板？他不是破产欠了一屁股债吗？他哪来的钱，嫂子呀？人家现在走了好运，在山里挖出了几10年份的极品野山参，一根就卖了20多万。现在连县城里的大老板都天天往他家跑，还要跟他合伙包下咱们村的后山呢。你说的是真的？林野真的发财了？全村人都看着呢，还能有假？天天吃香的喝辣的，我就替你不值啊！那俩孩子可是你10月怀胎生下来的，凭什么他林野一个人舒舒服服的享福，你却在外面吃苦？他的钱就该有我的一半。那是当然，你要是现在回来，只要你把孩子的心拢住，林野还不得乖乖把钱掏出来分给你？大嫂，还得谢谢你告诉我这些。你放心，等我拿到了钱，我肯定不能忘记嫂子。忘不了嫂子就行，等你说上话，给你找个活干就行，其他嫂子也不强求。我是孩子亲妈，我回来看孩子天经地义。大嫂，我回来了。这些年在外面，我天天做梦都梦见小陈和丫丫。我这次回来就是想好好弥补孩子们，毕竟我是他们。行了，白薇，你这套糊弄别人行，别在我面前演。当年你卷走林野给丫丫看病的救命钱，跟人跑的时候，怎么没见你哭出2滴眼泪？大嫂，当年我也是被逼无奈，林野欠了那么多债，天天有人上门讨债，我一个女人真的扛不住了。我知道你心里也苦，只要林野肯看在孩子的份上帮帮我，以后这村里我绝对向着大嫂说话。赶紧去吧，林野这个点儿应该在后院整理药材，前面就2个孩子在玩。你要是真有本事，就把孩子的心哄回来，也不枉我给你打那通电话。行，谢谢你啊，大嫂。小丫头，你是丫丫对不对？快过来看看，我给你带了什么好吃的。谢谢阿姨，爸爸说了不能随便要陌生人东西。阿姨，你找我爸爸吗？丫丫，你不认识我了吗？我是妈妈呀。妈妈去了很远的地方打工，现在赚了钱，专门回来接你去城里买漂亮裙子穿的。妈妈，你是坏妈妈，坏妈妈不要丫丫，丫丫不认识你。妈妈怎么会不要丫丫呢？让妈妈抱抱好不好？你别碰我妹妹！晨晨，我是妈妈呀。你这个大骗子，请你离开我们家，我们家不欢迎你。爸爸，爸爸快来，哥哥打架了。白薇，你怎么有脸来？哎呦，这林家儿媳妇不是听林野破产就跑了？这是看林野要包山了又回来。这就是看林野有钱了又回来了。林野，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我今天来什么都不要，我只是太想孩子们了。
我拼了半条命生下他们，难道现在连看他们一眼的资格都没有了吗？你当时选择抛弃他们，没想过他们是你的孩子吗？爸爸，哥哥说她是那个把我们丢掉的坏女人，她是不是又要来抢我们的饭饭？丫丫不怕，有爸爸和哥哥在，谁也抢不走咱们家的东西。请你赶快离开，我不想当着孩子面对你动手。晨晨，领着妹妹进屋。各位乡亲，你们给评评理啊！林野做生意破产，欠了几10万的饥荒，天天被人堵在家里骂，他脾气暴躁。我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怎么跟他过得下去？也是啊，这种情况也可以理解。林野，我离开确实是我不对，可那也是生活所迫啊。我也在外面吃了很多苦，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有脸回来见见孩子们。你怎么能当着乡亲们的面教唆孩子不认亲娘，甚至还动手推我呢？白薇，当年到底是不是这样，你心里清楚，一定要我当着大家的面全都说出来吗？说就说，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我就是为了孩子去打工的。你今天必须让我见孩子。你嫌弃我破产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我可以理解，但你不该在丫丫发高烧快要休克的那天晚上，把家里所有的钱都拿走，那是我最后的一点积蓄了。你拿了钱，连夜坐车跑去城里快活，你想过孩子吗？什么？拿走孩子的救命钱跑了？呸！这还是连亲生闺女的命都不顾。现在看人家发财了，还有脸回来？不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丫丫发烧，那是我生的孩子，我怎么可能不给她看病？不管你怎么说，现在，请你离开我家。林野，你不能不让我看孩子，那也是我的孩子。请你离开。爸爸，那个坏女人是要来抢妹妹吗？晨晨，那不是坏妈妈，她只是有她自己的事情要做。可是她骗了我，她还惹丫丫哭了。隔壁铁蛋的妈妈就不会这样，她会给铁蛋做肉包子，还会抱他。那是因为每个大人的生活都是不一样的。那是晨晨和丫丫的妈妈，妈妈是像爸爸一样，在心里深深爱着晨晨和丫丫的。妈妈也是爱我们的吗？像爸爸一样爱我们？是的，她也是爱你们的。只是大人的世界有时候很复杂，就像山里的鸟儿，有些鸟儿喜欢在树上筑巢，而有些鸟儿必须飞找它们想要的东西。只是我们不生活在一起了而已。不生活在一起了。爸爸，可是丫丫还是害怕。那个阿姨说要接我们走，丫丫不想跟她走。丫丫别怕，爸爸在这里，爸爸向你们保证，爸爸绝对不会让妈妈带走丫丫，也不会让任何人带走哥哥。只要爸爸在，就没人能违背你们的意愿，强行把你们从爸爸身边带走。我也不想离开爸爸，丫丫永远跟爸爸在一起，还有哥哥，我们一家人永远都不分开。我们永远在一起。等晨晨长大了，力气变得像爸爸一样大，晨晨就可以保护爸爸和妹妹了，谁也别想欺负我们。好，我们永远在一起。爸爸等着晨晨长大，等着晨晨来保护我们。爸爸上山采药的时候，你们一定乖乖在家。爸爸放心，我会保护妹妹的。大嫂，林野那个冷血动物，当着那么多的乡亲们揭我的短，还叫晨晨和丫丫不认我这个妈。我早就跟你说过，林野现在心肠硬得很，你想靠掉几滴眼泪就让他把钱掏出来，做梦去吧。大嫂，那我该怎么办？我在城里欠了高利贷，我要是再拿不出钱，他们就要把我卖了。林野现在那么有钱，我绝对不能空着手回去。对付他这种硬茬，就得来阴的。你明天先去村委办公室一坐，把事情闹大，那林野为了做生意要脸面，肯定得妥协。大嫂，村里人现在都向着他，去村委闹能管用吗？你看你都被搞糊涂了，你是那孩子的亲妈，打断骨头连着筋，那些村委肯定劝和呀。实在不行，林野最近不是要忙着包山的事儿吗？等他前脚进了山，你就去把孩子接出来。孩子在你这里，你还怕没有钱？对，孩子是我生的，我带走天经地义。大嫂，这事儿要是成了，我绝不会亏待你。白薇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既然他今天来了，没得到他想要的，就绝不会善罢甘休。我不能让晨晨和丫丫跟着他。林野，这么晚了，没打扰你们休息吧？我刚才进村的时候，听路口的几个大妈在议论，说你前妻今天来闹事儿了。婉清，你来的正好，孩子刚睡下，没受什么大惊吓。但我现在确实遇到了一点棘手的麻烦，想向你请教几个专业的法律问题。林野，你还跟我客气，只要是我懂的，我一定倾尽全力。林野，我希望你别拿我当外人。今天下午，我前妻突然跑回村里想要带走孩子，
他知道我赚了钱，想拿孩子要挟我。林野，或许他只是想见一见孩子们呢。不会，我了解他，他心狠得很。要不是我赚了钱，他一辈子都不会来见晨晨和丫丫。婉晴，我想知道，从法律层面上讲，如果他真的来要孩子，我有办法不让他带走吗？虽然这是他10月怀胎生下，但他一点都不爱孩子，2个孩子他从来没有管过。林野，首先你要知道，他亲生母亲这个身份确实赋予了他天然的探视权和争取抚养权的资格，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拥有绝对的优先级。婉晴，你慢点说。抚养孩子唯一的核心原则是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这其中会综合考量很多因素。第一是双方的经济能力，第二是孩子现在的成长环境和生活习惯，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父母双方过去的抚养表现。刚才听你这么一说，对比起来你的经济条件相对来说更好一点，所以第一是没什么问题。晨晨和丫丫已经5岁了，具备了一定的认知能力，只要晨晨和丫丫明确表示愿意跟着你，加上你说他以前就不怎么关心孩子，理论上这就已经赢了。但他如果咬住说当年是被我逼走的，现在经济条件好了，有能力抚养了呢？你说他想争夺孩子，归根垫底是为了要你的钱，对吧？那我们就用证据说话。林野，你手里有没有他未尽到抚养职务的实质性证据？有，我等的就是这一天。婉晴，帮我看看这些能行不？这是他离开那天晚上的我银行卡流水，他将我卡里仅剩的钱全部转移走了。单看这个只能算是夫妻共同财产纠纷，但如果你能证明这笔钱有特殊用途，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是同一天晚上镇医院开的收据，那天晚上丫丫高烧将近40度，差点休克。还有这个，这是他当年和那个男的商量如何转移家里财物，这些能证明他离开不是被逼无奈不？林野，辛苦你了，这些足够了。今天我把这些拿回去，我让我公司的团队帮你看看。林野，不是所有人都像他这样，不要对我、对这个世界失望。婉晴，你说什么？失望什么？我现在有晨晨和丫丫，我就相当于拥有了整个世界，你放心吧。婉晴，大恩不言谢，这份人情我林野记下了。都说了别拿我当外人，你专心护孩子，后盾我来替你撑着。村长，你们可得给我做主啊！林野他现在包山发了大财，就不让我这个结发妻子了。他不让我进门，更不让我见我自己10月怀胎生下来的亲骨肉啊！就是啊，村长，您给评评理，这夫妻哪有隔夜仇？林野现在是发达了，但孩子总不能没妈吧？这后妈哪有亲妈疼孩子？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啊？这事儿闹的，我们已经让人去叫野子了，等会儿他来了，咱们好好说说他。再怎么说，白薇也是孩子的亲妈，血浓于水，哪能真的一刀两断呢？林野，孩子呢？你凭什么把孩子藏起来不让我见？你以为我愿意离开家吗？我这些年在外面是享福的吗？我在外面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我就是想给2个孩子多攒点钱啊！你现在有钱了，凭什么抹杀我这个当妈的苦心？既然他想让村长评理，那咱们今天就用证据说法。第一份是我银行卡流水，里面是丫丫生病的医药费，他悄无声息的转走，没留下1分钱，那是我最后的积蓄。也是在那天晚上，你坐上了别人的车，抛下了高烧昏迷的女儿。第二份是你当年出轨离家前和那个男人商量怎么卷钱私奔的聊天记录打印件，上面白纸黑字写着你要去城里过好日子，这就是你说的在外面吃糠咽菜，为了给孩子攒钱。这事儿你做的确实太过了。既然林野拿出了这些确凿的自证，那这事儿我是真的没法替你出面调解了。林野不让你进门，合情合理。村长，那都是以前的事了，我现在想弥补。弥补也得看人家接不接受。我劝你一句，今天就先回吧。真要是闹得太难看，大家脸上都不好看，请吧。林野，算你狠，咱们走着瞧。给您添麻烦了，孩子还在家里等我，我先回去了。回去吧，野子，赶快回去照顾孩子。这个林野，那些东西竟然还保存得那么好。躲啊，接着躲！你以为不接电话这10万块就算了？狗哥，我真没想躲，我今天就是回乡下找我前夫要钱去了，可是他1分都不给我。你再通融几天，我肯定能凑上。通融？刀哥发话了，最多再给你3天。3天后要是见不到钱，你就收拾东西去厂子里。狗哥，你看，这是我前夫林野，他现在发财了，他马上还要包下整座山做生意，他手里绝对有钱。还有这俩孩子是我亲生的，他可宝贝了，只要我回去要，他不可能不管。白薇，你也说了，他1分钱都不给你，他再有钱那是他的，跟你有什么关系？狗哥，明着去要，他肯定不给，但我可以来暗的。林野是个采药人，他过2天肯定得进深山里去寻药，一走就是大半天，家里根本没大人。你什么意思？趁林野进山，
狗哥，你带几个兄弟陪我走一趟，把孩子接出来逛逛，到时候咱们拿孩子当筹码，别说10万，就是10几万，他也得乖乖拿出来。你当我是傻子啊？这犯法的事儿我可不干。我是他们的亲生母亲，最多算个纠纷，咋就能是犯法的事情了？拿自己的亲骨肉当筹码，白薇，你这女人心够狠的。行，这买卖我接了，但规矩得说清楚，弄到钱先把账平了，剩下的我得拿一半当兄弟们的辛苦费。没问题，都听狗哥的，只要林野一进山，咱们就动手。林野，市里下来了一批很重要的医药投资客，他们对咱们计划的野生药材基地非常感兴趣。他们指明要看实际生态环境，这笔投资对基地初期建设很重要。今天上午你带他们进深山实地考察一趟。好，我现在收拾一下，一会儿去村口接你们。四叔、唐星，我今天上午必须进深山半天。白薇最近不安分，你们帮我看好孩子。野哥，我也想留下给你看家呀，但这破车的离合器突然打滑了。下午还得拉一批鲜货去县城，我现在必须得开去镇上的修理厂弄一下，不然下午交不了差，连货都得坏在车上。行，正事要紧，你赶紧去镇上修车，早去早回。四叔，那您就在院子里多操点心，把大门从里面拴好。野子，你放心去，孩子我给看着。白薇，你这时间掐得真准。林野刚被镇上的苏老板接走，大嫂多谢了，你就在这儿帮我盯着点。要是林野提前回来，你赶紧给我打电话。放心吧，你赶紧去，那俩小崽子就在院子里玩呢。谁呀？有什么事吗？晨晨、晨晨、丫丫，看妈妈给你们买了什么好东西。白薇，你别吓着孩子，野子不在家，你来干什么？四叔啊，我今天来就是想带孩子们出去玩玩，我也好久没见他们俩。你走开，我们不要跟你出去，你是个坏人！你别以为我不记得，我都记得，就是你拿走了妹妹的钱，不给妹妹治病。晨晨，那是你爸骗你的，我是妈妈，难道我还能害妹妹吗？那是你爸爸没钱找理由。现在妈妈有钱了，带你们去住大房子，领你们吃好吃的，咱们去游乐场玩，好不好呀？你撒谎，你根本不是想带我们去玩，你是个大骗子，你就是想把我们骗出去。废什么话！一个小孩你那么多话。白薇，你带这些人来干什么？赶紧走！老头儿，我劝你别在这儿管闲事儿，人家亲妈带自己的孩子走，天经地义。再敢拦着，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啊！光天化日之下，跑进村里砸门抢孩子，今天你们要是敢碰这2个孩子一根汗毛，我老头子就跟你们拼了！白薇，你自己亲生的孩子也下得去这毒手，你还是人吗？你咋有这么毒的心？妹妹别怕，快回屋里。晨晨，怎么了？爸爸，那个妈妈又来了。躲！我看你们往哪儿躲！赶紧把孩子抱走，速战速决！你们这是强盗，不许碰孩子！来人啊！抓强盗啊！丫丫，我是妈妈，快跟妈妈走，妈妈带你去城里过好日子。不要，丫丫不要坏妈妈，放开我！爸爸，你们不许碰我妹妹！赶快抱着那小丫头！放开我，你个坏人！爸爸，爸爸！林野，你别误会，我只是想带孩子们出去玩玩，买点东西。你就是白薇的丈夫，这女人欠我们10万块钱，识相的赶紧把钱拿出来，这账就两清了。我不管她欠你多少钱，你砸了我的门，动了我的家人，还想让我还钱，想的是不是也太好了？今天你们一个都走不了。谁碰我孩子，我就让谁知道废铁是什么声音。这不关我们的事儿啊，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全都是白妹的主意，是她花钱雇我们来的，让我们陪她来抢孩子。您大人有大量，饶了我们吧！来人啊！救命啊！林爷打人了，大家快来看看呀！林爷有钱了就不让我见亲生孩子，现在还要动手打我，这世上还有没有天理了？你胡说八道！你刚才带着这几个外人冲进院子抢孩子，你把我和他四叔都推倒了，你还有没有一点良心？白薇啊，你带着外人来家里恐吓自己的亲生骨肉，你这种人根本就不配当妈。抢孩子还装可怜，真不像话。白薇，你不用在这里白费力气演戏了。这院子里我早就装了高清监控探头，你们是怎么踹门的，怎么推人的，怎么抢孩子的，全都被拍得清清楚楚。要我把监控调出来给你看看吗？
丫丫，让妈妈抱抱，我是妈妈。啊，走开，坏人，走开！你走吧，你不要再来害我们了。你没事吧，林野？没事。白薇女士，我们是林先生的代理律师团队。林先生此前委托我们梳理了您5年前的银行流水单以及镇医院的重症欠费单据。您在明知患病婴儿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卷走家中仅有的救命钱不辞而别。同时，在您离开这段时间内，您未曾支付过1分钱的抚养费，存在严重的恶意弃养行为。加上您今天伙同社会人员强闯民宅，企图强行带走未成年，所有的院内监控我们已经提取完毕。我们现在随时可以向你提起诉讼。您还有什么需要狡辩的，可以留到法庭上去跟法官说。林野，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一开始是想和你好好过日子的，我回来是真的想要看孩子，是他们逼我让给我还钱，不然就让我进厂。林野，你知道那不是好地方。不是万不得已，我怎么会离开你？今天我也只是想带孩子们出去玩一玩。你让这些律师撤诉的好不好？你不要去法院告我，我不想坐牢啊。你看在咱们曾经夫妻一场的份上，我们还有这么2个可爱的孩子，你就当放过我吧。我以后再也不来打扰你们了，求求你放我走吧。你们在里面等着爸爸，晨晨看好妹妹。你只是害怕坐牢，你雇人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晨晨和丫丫会害怕吗？当年你拿走那最后一笔钱的时候，有想过丫丫可能会烧死在那个雨夜？我是亲妈，我怎么会害他们？我就是想要点钱还债啊！现在你还在自欺欺人，我可以原谅你，但我不会再让你伤害他们。白女士，这是一份自愿放弃探视权及监护人资格的法律文书。如果你现在签字，林先生会放弃对你提起附带民事赔偿，这也算你唯一的认罪态度。否则，我们将在法庭上追究到底。林野，你真的要这么绝情吗？签字，从今天起，你和那2个孩子再也没有半点关系。你不是也说了，愿意以后再也不来打扰我们？这是我认为你再也不打扰我们的方式，也算是你给自己积的最后一点德。林野，我今天真的想带他们出去。好了，不要再说，没有意义。文清，谢谢你，你可以帮我把李婶送回家吗？当然可以。陈律师，今天麻烦你了。苏总客气了，我等会儿还有事情，我就先走了。陈律师慢走，改天我请您吃个饭。今天可得谢谢四叔和李婶了，没让他把孩子带走，我们也没帮上啥忙。可不是嘛，没给你添麻烦就行。我先送您回家。不要抓我，坏妈妈走开！爸爸你在哪儿？丫丫不怕，爸爸在，爸爸在这里。爸爸，是不是大门响了？是不是那个坏女人又带人来抢妹妹了？那是风吹竹筐的声音，不是坏人。晨晨放心，咱们家的院门是从里面锁的，谁也进不来。以后爸爸每天晚上都在这里陪你们睡，只要你们睁开眼睛就能看到爸爸。爸爸，我其实一点都不怕，我是男子汉，可以保护妹妹的。爸爸知道晨晨很厉害，今天爸爸给你们讲讲山里的刺老芽，好不好呀？好。这种小树苗啊，刚长出来的时候特别嫩，很多野兽都想去吃它。爸爸，那刺老芽被野兽吃掉了吗？没有，因为它很聪明，为了保护自己，它的树干上会长出一圈又一圈尖尖的小刺，野兽一碰就会扎痛嘴巴，以后就再也不敢欺负它了。还有咱们后山深处的那种黄连草，它不会长刺，但它把自己的根变得特别苦，虫子咬一口，苦得直掉眼泪，就只能赶紧跑走。这山里的每一种草，每一棵树，哪怕再小，都有保护自己，让自己努力活下去的办法。要我说，包出去是好事儿。那后山荒了几十年，除了长些杂草杂树，谁也刨出金子来。野子包下来建药材基地，肯定得雇人干活。咱们闲在家里也是闲着，去给他干活，还能多挣一份工钱呢。话不能这么说，那山可是咱们林家村祖祖辈辈留下来的，凭什么他林野一个人全占了？他现在挖野山针发了大财，就该给咱们全村人分点，自己独吞算怎么回事？哎呦喂，大家伙可别犯傻了！你们以为林野包山是为了给你们发工资？我呸！他那就是个连亲哥都不认的白眼狼。他把山一包，拉上铁丝网，以后山里的全归他一个人。到时候咱们想上山捡根柴火，挖2棵野菜，那都算偷，就连个草都别想摸着。对呀，春燕说的有道理，不能让他一个人把钱全赚了。行了，大家都静一静。今天开这个会就是讨论野子承包后荒山的事儿。野子，乡亲们有些顾虑，你当着大家的面把你的打算好好说说。各位乡亲，我知道大家在担心什么。大山是咱们村的根，我林野也是喝林家村的水长大的。我包山不是为了当恶霸，
而是为了带着大家一起把这片山养活。第一，我依法承包的是荒山和废弃林地，绝对不占用任何一家一户的自留地和农田。第二，药材基地建成后，所有种植、除草、采收的活计优先雇佣咱们本村的劳动力，工资按县城标准日结。第三，对于大家平时采蘑菇、捡柴火的传统采山区域，我会划出一条界限，绝不拦着乡亲们的日常进山。哎呀，要是真按野子说的这么办，那感情好啊，一天能挣100多块呢。就是野子做事儿还是敞亮的，说的比唱的还好听。空口白牙的，谁不会说啊？你现在是为了把山弄到手，当然捡好听的说。等你真的把山包下来，翻脸不认人，到时候咱们找谁哭去？我林野做事，从来不靠嘴皮子。这是我委托苏总拟定的合同，我刚才说的那些全部白纸黑字写在里面。我林野愿意公开透明的接受全村人的监督，如果我违约，村委会随时可以收回承包权，要求我赔偿违约金。你林野，话是这么说没错。可这后山荒了这么多年，到处都是杂树乱草，你真能把它盘活？别是嘴上说的好听，最后白白占了村里的地。是啊，后山那片阴坡更是常年不见多少太阳，土质看着也一般，能种什么东西？我们不是不信你，就是这风险太大了，大家的顾虑也是实情，你想必心里有十足的把握。如果大家还不放心，明天我带大家上山，我把我的规划一一讲清楚，让大家看得明白，听得踏实。好啊，野子这事儿办得漂亮，有规有矩，是干大事的人。这份合同处处都在为咱们村人着想。春燕啊，人家白纸黑字都写清楚了，你还有什么好闹的？就是，人家连合同都拿出来了，你还在这瞎搅和什么？赶紧边去吧，别耽误咱们村发财。还抽，你就知道抽你那破烟！我在外头跟人争得脸红脖子粗，你倒好，蹲在家里跟个没事人似的，心比磨盘还大。咋了这是？村委那会儿没说成？说成啥？我在台上说破了嘴皮子，说他是空口白话哄人，结果人家转身就掏出一沓什么合同，村长当场就夸他办事靠谱，全村人立马就倒戈了。人家既然合同都拿出来了，说明是真心想干事儿，真能让村里人一天挣100多，那也是好。什么好事儿？我之前做那么绝，有啥好事轮上你？又不是我让干的。我是为了谁？还不是为了这个家？你个大男人，凡事都让我一个女人家往前冲，你就知道缩在后面当缩头乌龟。那你想让我咋样？人家合同都摆那儿了，村长都认可，我去了能有啥用？真闹僵了，咱们啥好处都捞不着，还把全村人都得罪了，以后在村里咋抬头？抬头？我今天脸都丢尽了，还怕啥抬不抬头？林强，我告诉你，你就是胆小怕事，前怕狼后怕虎，树叶掉下来都怕砸破头。你要是能成点事儿，我都跟你姓。你嫁给你这么多年，我享过一天福吗？人家媳妇儿穿金戴银，我连件新衣服都舍不得买，你就知道守着那点地，一年到头累死累活挣不了几个钱。现在好不容易有个挣钱的机会，还让你得罪的人攥在手里，我这命怎么就这么苦啊？你去哪儿？你给我回来！我出去转转。村长，各位叔伯，大家看这片阴坡，这里常年晒不到强光，地上的腐叶积得很厚，土质松软，这种地方最适合种人参。人参喜阴，不能暴晒，这片地简直是天然的参窝子。这片缓坡阳光充足，雨水冲刷的也不厉害。我打算用来大面积种葛根，葛根不仅长得快，好成活，而且它的根系非常发达。大面积种在这里，根系能牢牢抓住泥土，以后就算下大暴雨，咱们这片山坡也能固土保水，不会轻易滑坡。溪水边虽然湿润，但种药材得讲究个位置。比如这黄精，它喜湿但怕涝，咱们不能直接种在水洼里，得种在这些微微凸起的土包上，这样既能让药材吸到水汽，又能防积水烂根。至于后山那片老林，是咱们村子辈留下来的根，一棵树都不能乱砍，那是咱们整个药材基地的天然屏障，能挡风聚气。破坏了老林，这山的生态就毁了，药材也养不活。哎呦，野子，你这眼光可真够准的。这大山的地形地貌，你摸得比我们这些在山里转了半辈子的老骨头还透彻。那还用问？我们野子这段时间天天起早贪黑的往深山里钻，他比咱们村谁都用心。人家不仅肯吃苦，还在家里天天捧着那些厚厚的书钻研，这门道都是一点一滴学出来的。各位叔伯，看地势只是第一步，挖药更是个精细活。大家看看我的手法。老天爷，这手法绝了，一根细须都没伤着。这要是送到城里的药房，就是最普通的黄金也能卖个好价钱啊！各位乡亲，大山的馈赠是有限的，如果大家只是看着谁赚钱就一窝蜂的去乱挖一通，大山早晚会被挖空，到时候咱们子孙后代吃什么？等我的基地建起来，我会在村里开办专门的培训班，免费把我的手艺教大家。我要让大家凭真手艺赚钱，靠技术吃饭。只要大家肯学肯干，以后咱们林家村出去的药材就是市场上最好的招牌。咱们不仅要守住这座金山，
还要带着全村人世世代代端稳这碗金饭碗。好，那我们就跟着野子学习。乡亲们，合同签了，从今天起，咱们村后山那3000亩荒山野岭正式承包给林野了。好啊，野子出息了，你爸妈看见也放心了。爷子这孩子仁义，发达了也没忘了咱们这些苦哈哈的乡亲。乡亲们，只要是有把子力气、懂点药理的，我全要。大家不再是饥一顿饱一顿的采药散户，每个月保底工资4000，外加5险1金。林野，恭喜你，从今天起，你不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了。婉清，谢谢。如果没有你，这合同签不下来。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林总，工作上的合作咱们已经白纸黑字写清楚了。不过，我个人在你身上投下的感情股，你打算什么时候给我分红呢？等后山第一批人工培育的极品药材出土，我亲自送去御膳阁，顺便请婉清看电影。一言为定。